不管有钱没钱，都给本少爷捧个钱场。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打赏。放心，等本少爷赚了启动资金，以后带你们吃香喝辣，玩转整个京都。少爷啊，偌大的秦家都快被你败光了，指望你赚钱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哎呦，小香香，一会儿不见，你这小脸蛋又漂亮了啊！少爷净欺负人。少爷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！小的刚点过了，箱子里足足有小200两银子。200两！我堂堂兵部尚书之子，现在这院子里连件值钱的物件都找不出来，竟然要靠搜刮下人凑钱度日。10天前，原主和李锐豪赌，输光了城外万亩良田，被老爹禁足。李锐却又故意刺激他爬墙赴宴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喝醉溺水，但我自己清楚，那是中毒。李锐这孙子，不仅要秦家的地，还要我秦风的命！敢对我这个兵部尚书之子下死手，这背后的利益纠葛绝对不简单。李锐知道我没死，绝对还会来灭口。少爷，您嘀咕什么呢？谁要灭您的口？要想活命，第一步就是搞钱，有钱才能招兵买马，建立势力。偏偏二姐这时候把我的月俸削减到了100两。唉，二小姐也是怕您再出去赌啊。不给钱，小爷我自己赚。我可是21世纪的销冠，还怕在这个时代搞不到钱？区区银子，能奈我何？别说300-400两，就是300-400万两，对本少爷来说也是手到擒来。走，今晚咱们就拿着这笔钱出去好好享受享受。听说教坊司新来个头牌，那叫一个水呢？我操，二姐，完了！让你闭门思过，你就是这样给我闭门思过的，在院子里聚众敛财。原主上头4个姐姐都是自己父亲收养的孤儿，但个顶个的厉害。比如二姐，一介女流，可是自长才之后，仅用4年时间，便硬生生在尔虞我诈的京都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商业集团，成为正儿八经的女首富。姐，这真不怪我啊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是他们非要往我手里塞银子的。弟弟我站在台上口干舌燥的劝了半天，但他们就是不听啊，非说我的俸银太少了不够花。唉，自愿把自己的血汗钱拿出来，给我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编，接着编。你当本小姐瞎吗？那箱子上打赏箱3个字难道是狗写的？你还真是长本事了，现在连下人都不放过，还这么厚颜无耻，我都替你脸红。少废话，圣灵书院的诗会马上开始了，我让你背的词，你背会了吗？不就是一首词吗？像我这样的天纵奇才，怎么可能不会背？你听好了啊！去岁别时花正红，欢谑归路同。烟波催人笑，曲水伴黄洪。如今归来花落去，却复当年意。浊酒皆伪装，孤影随天际。还不错，也不枉费我花了1万两白银，在谢进士府外站了一整天，才为你求来这首绝佳的好词。啥玩意儿？1万两？就这诗词1万两？姐，你绝对是被宰了！这狗屁不通的玩意儿，连平仄都不对付。你弟我闭着眼睛随口吟一首，都能比这首词好上1000倍万倍。闭嘴！就你肚子里那点掺了水的墨汁，连字都认不全，也敢大放厥词，品鉴诗词好坏？连大姐都说了，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，你少给我作妖。诗会上，你只管把这首词给我念出来就行。大姐可是京都有名的大才女，连她都觉得好。等等，大梁立国过20余年，文坛正处于复兴阶段，和局押韵也是刚刚兴起，这哪是去参加诗会啊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推销大会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二姐，咱们姐弟联手干一票大买卖怎么样？今日，你弟弟我要在书院一战成名，将天下豪杰尽数踩在脚下，我要让他们输得连底裤都不剩。臭小子，你要翻天啊！你把人家赢得连底裤都不剩，我看
你是想把咱们秦家败得连根毛都不剩？你敢给我作妖试试？这次诗会关系到你还能不能留在圣灵书院，更关乎我秦家的脸面。敢搞砸了，你就等着爹爹把你的屁股打垮吧！现在滚去换衣服，我去让福伯备车，等下就出发。唉，我说的是大实话，怎么就没人信呢？不过也罢，哼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，你弟我的文化底蕴有多么恐怖如斯了。少爷真好看，出门抓一抓，魁首带回家。小香香，乖乖在家等少爷回来哦。带本少爷给你赚一座金山回来。这次诗会绝不简单。圣灵书院早放出风声，要将败坏书院名声的纨绔逐出书院。作为京都司乃之首，这摆明了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一旦我被赶出书院，不仅我声名狼藉，我爹兵部尚书的风评也会被害，秦家仕途尽毁。既然如此，今天这圣灵书院，我非去探探虚实不可。这哪是书生啊，这明明是一座座移动的金山啊！看什么看？帖子拿好，跟我进去，少给我丢人现眼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京都鼎鼎大名的秦大少爷吗？你居然还敢来参加诗会？别理他，我们走。哟，今日可是天下文人注目的盛会，秦公子这种只知寻花问柳、斗大字不识一罗干的纨绔，就别来凑热闹了吧。万一闹出什么笑话，岂不是辱没了圣灵书院的百年威名，让天下人耻笑？这厮还真敢来，难不成又去教坊司找花魁编了几首打油诗？兵部尚书的脸都被这家伙丢尽了，恬不知耻。就这？老子前世当萧冠的时候，什么撒泼打滚的极品大妈没见过？就你们这些文绉绉的少爷，连给人提鞋都不配。程兄这话就不对了，你能来，本少爷为何不能来？难道这圣灵书院是你家开的？再说了，当初在画坊的时候，程兄你喝多了，抱着本少爷的大腿，口口声声夸我才高八斗，艳压群芳啊！呸！才华横溢，怎么一扭脸翻脸就不认人了？你胡说什么？谁去画坊了？哦，我懂了，难道是因为那页画坊的头牌非要赖在我房里，冷落了程兄，你心生怨恨，这才跑来堵门？秦风，你少血口喷人，泼我脏水！唉，今日画坊的姑娘还托人找我告状呢，说程兄你不给钱。你看程兄脸都绿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乃户部司杨忠之子，我要向院长告你诽谤。告之前先把银钱付了，那还是本少爷好心帮你垫付的。虽然你全程只有半盏茶功夫不到，那该给的钱也得给啊。诸位同僚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说得对，再怎么不中用，钱还是得给的嘛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有辱斯文！你这种幼儿园级别的权谋手段也想搞我？李锐，你派这种废物来，也太看不起我这萧冠了吧？今天看本少爷怎么把这圣灵书院翻个底朝天！不愧是秦大少，画坊的事居然当众大谈特谈，简直是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蹦跶吧，倒要看看他还能蹦跶多久。你就一点都不生气？这要是以前，你早就动手打人了，这是懂得隐忍了。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们不过是嫉妒我长得比他们帅而已。你这脸皮，三刀都看不透。能进圣灵书院的，哪个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千金？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能娶几个小妾，一个小妾每个月赡交1000两生活费，10个就是1万两。我的个乖乖，我还奋斗什么？吃软饭它不香吗？瞎寻思什么呢？把心思都放在诗会上，若是搞砸了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
不就是背诗吗？别人考的是文学功底，本少爷考的是记性。唐诗宋词300首，我要是不能拿个第一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。下一位，海天一线博古今，我欲登高望苍穹，却道一群贵千金。前言不搭后语，不及格。下一个，就这水平，连打油诗都不如啊！看来这异世界的文坛确实很缺我这种大文豪来拯救一下。姐，你就看好吧。七过龙关金鳞绕，阴君惊梦3更寒。白衣素袍何故眠？晦气！你家是不是父母上天了？回去奔丧去吧，别在这添乱。下一个，这圣灵书院的初选还真是严格，上千号考生转眼就刷下去1/3了。来，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今天咱们可一定要好好听听，咱们秦大少爷能憋出什么传世雅作。刚才在门口敢让我当众出丑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草包水平？等会儿看你怎么死！这秦少爷该不会又要念那首“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”吧？虽然我也通不过初选，但有咱们秦大少爷垫底，我这心里是一点都不慌啊！秦风，这初选考官可是院长亲自点的，铁面无私。你等会儿就把我花1万两求来的那首诗背出来。若是连初选都过不了，被开除，咱们秦家的脸就真丢光了。不就是作诗吗？这么简单的事儿，看把你们一个个激动的。大言不惭，你要是能通过这初选，我以后只要见了你就弯腰尊称你一声先生。可要是通不过，光叫先生就行了。之前欠我的钱怎么说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程少息怒，李公子那边传来消息，那秦风只从别人那里求来了1首诗。若他现在用了，复4乃至决赛就无诗可用，必败无疑。若他现在不用，初选就得被淘汰，他横竖都是一死。您就和他赌。好，只要你通过初选，钱我如数奉还。10万两，你是不是没见过钱？什么样的天仙值10万两？你忘了那晚你在画坊喝多了，非要请全场的客，所有的消费都记你账上，是我好心帮你垫的钱。好，就10万两。若是你通不过初选，你也得给我10万两。成交。你个小败家子儿，那首诗是拿来通过初试的，不是让你拿来打赌的。要是输了，爹能把咱们俩的皮扒了。二姐，稍安勿躁，钱都自己长腿送到门上了，哪有不赚的道理？你在那孙秀才那儿花的1万两，弟弟今天全给你报销了，剩下那9万两是对他擅自装逼的罚款。你就放心的看好戏吧。罚款？这小子哪来的底气？万一他真开窍了呢？近日边关战报频传，番外蛮夷屡屡侵扰我大梁百姓，犯我疆土，我便以此为题作诗1首。诸位都竖起耳朵听好了！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气吞山河的诗，真是这草蛋做出来的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，何等气概，何等气魄！快把纸笔拿来！好一个不教胡马度阴山啊！此诗一出，天下边塞诗皆要黯然失色。秦风，此千古佳作，可曾许名？就叫他出塞吧。出塞，贴切，极为贴切。
这真的是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废柴弟弟。谢晋师那1万两的词，跟这首出塞比起来，简直连擦鞋都不配。哼，这可是七绝圣手王老爷子的千古名篇，小学生必备考点。在这个没有唐宋的架空世界，拿来降维打击你们这群小趴菜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哼哼，程兄，10万两，打算现银还是银票？这真是他做的？不可能，这小子吃喝玩乐样样精通，10次歌赋他半天都憋不出个屁，肯定是偷偷摸摸在哪儿准备的备用诗。不过也算他上了心。绝对不可能，这绝世绝句怎么可能是这草包写的？肯定是抄的，偷的！可恶，我手里没有证据，这诗的水平，别说初选，直接拿冠军都绰绰有余了。哼，程兄，发什么愣啊？天黑之前，把那10万两白银送到我府上，不然我就只能亲自登门找令尊去讨债了。姓秦的，你别得意，后面还有副诗和会诗。若是你接下来做的事不如这首出塞上乘，那你就是抄袭，就是沽名钓誉。对，是真是假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咱们打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哼，就凭你，也想让我称呼你先生？你不配！哎呀，二姐，看来咱们也别等到晚上了，你现在就差人跑一趟户部司郎中府上，就告诉程大人，他这好儿子不仅欠我10万两不给，还当众出尔反尔，把程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你无赖！这人掉湖里把脑子冻坏了吧？他以前就是个无赖，他还真干得出来去我家撒泼打滚的事。先生，且慢！李锐，户部尚书之子，是他设局赢了我家的万亩良田，还在画旁给我下毒，终于肯露面了。哟，这不是李少吗？几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什么时候再带小弟去画坊 happy 黑呀？这草包真是连廉耻都不要了。那什么鬼嗨皮虽然听不懂，但也绝不是什么好词，配得辱没斯文。对付这种无赖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。听说有人好为人师，明明自己还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学生，却仗势欺人，强逼同窗以先生相称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别人管不管我不知道，但我李锐绝不纵容这等歪风邪气。李公子说的对，真乃吾辈楷模。真能装！当初在画坊喝花酒的时候可不这样，现在跑这儿来装道德楷模了。他看我的眼神，作为一个顶尖销冠，察言观色我最在行。他这眼神就差把小子，原来你真的没死啊，写在脸上了。清风，你刚才那首出塞确实是千古绝句，堪称上乘。但我怎么听说这首诗是你二姐柳红颜花了重金从谢进士那里买来的？我就说嘛，这秦风怎么可能行？原来是花钱买的。李公子品行高洁，绝不会骗人。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草包，一出手就是千古名句，大家伙信吗？不信！跟我斗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靠！这么机密的事儿，你是从哪儿听说的？难道你一直在暗中跟踪、监视我二姐？堂堂户部尚书之子，竟然是个喜欢尾随良家女子的变态！好恶心啊！
你胡说八道！买诗作弊这种事本就极其隐秘，你若是承认暗中调查，那就是使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是小人。你若是不承认，那你就是个跟踪狂变态，我看你怎么接。本小姐眼光高着呢，怎能看得上这种喜欢尾随监视的变态？简直是风言风语，一派胡言！我便知道你这泼皮无赖绝不会认账。但好在，今日谢进士本人就在书院。见过李公子，见过各位同窗。糟了，谢进士竟然被李锐收买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谢进士啊！难怪你空有进士功名，却迟迟进不了朝堂做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进不进朝堂与你何干？我大梁律法有明文规定，官员仪容不足以雄远国者，禁止入仕。就你这尊容，若是真穿上官服代表我大梁，外邦使臣看了，还以为我大梁没人了呢，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？你辱没斯文，人身攻击！你这小儿不讲武德！本想给你留几分薄面，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，休怪我长得这么帅，还需要你给我留面子？这不对劲，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。你这厮就是个无赖！那手出塞分明是我的墨宝，如今有李公子在此主持公道，我又岂会再怕你？李公子真是好计谋，让我直接冒领这手出塞，这是气势磅礴。如今边疆将战备，正需鼓舞人心。若是此事传到陛下耳中，必定龙颜大悦。我不仅能够白拿李公子2万两白银，还能加官进爵。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反正也没人会相信这千古名晕是一个草包纨绔写出来的。你竟敢拿谢进士的墨斗来坑骗我，还让我称你先生，你简直无耻至极！偷拿别人的心血来装腔作势，呸！这下秦家的脸可算是丢尽了。诸位同窗，还请听在下一言。圣人云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况且我2人父亲皆拜尚书令，诸位不如给我李 J 一个面子，莫要再过分谴责秦兄了。秦兄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只要你肯在此当中低头认错，承认这诗是你强买来的，看在同窗的情谊上，我自会向院长求情。相信诸位同窗也定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先坐实我买诗作弊，再跳出来当好人收割名声，最后还要我当众低头认错，彻底把这口锅扣在秦家头上。李锐啊李锐，你想踩着我上位，做梦！这谢进士太无耻了，居然两头拿好处。姐，急什么？你现在拿出凭证，那谢进士肯定反咬一口，说这是购买出塞的凭证，这不就等于默认作弊了？除此之外，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自证清白？你看好了。好啊，诗词作弊，再加上当众殴打当朝进士，双管齐下，这蠢货简直是在自己找死。秦风，坑蒙靠骗你占全了不说，居然还敢当众殴打堂堂进士，这回连我也保不了你了。保我？李公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那手出塞是你做的吗？本少爷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说。秦家小儿，你强买我的诗不说，现在莫非还想矢口否认？我告诉你，这首诗就是我谢某所作。挺大岁数了，怎么就喜欢睁眼说瞎话呢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乃当朝进士，你敢？我爹还是当朝兵部尚书呢，怎么有意见？你无赖！我去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！整个大梁京都，谁不知道小爷我是京都四害之首的大无赖？你今天才知道，消息也太闭塞了吧！李兄，你来评评理，我乃堂堂兵部尚书之子，他一个小小进士，竟敢对我以下犯上，出言不逊，你说该教训？这疯子，这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！他居然用这种最粗暴、最不要脸的方式强行破了我的局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这脑袋里
存着成千上万首足以流芳百世的诗词。你一个酸腐进士，也敢妄想把本少爷的成果据为己有？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了？你不是说那首出塞是你写的吗？行，今天本少爷就让在场的所有人好好开开眼，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写诗作词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装到几时？这位姑娘长得真水灵，能不能加个默默？何谓默默？秦风，你给我安分点！哎呦，姐姐饶命啊！这诗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无妨，初选算你运气好，我就不信这必须临场发挥的第二回复试，你还能过得去。梅雪争春明月夜，执笔踏原白裘衣。梅训薄雪3分寒，雪却成梅一段香。一首《踏雪咏梅》给诸位同窗品鉴。好一首踏雪咏梅，霜雪3分寒，却胜雪一段香。好诗，好诗，不愧是李公子，真乃我圣灵书院文人之楷模也。真是好诗，李公子大才。秦风，你不是不承认窃取他人墨笔吗？你若真有真才实学，可敢以这梅花为题，现场再作一首？这姑娘不错，至少85分。那个水灵绝对是我的菜，最起码……你就不怕眼珠子掉下来？堂堂兵部尚书之子，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？眼下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思瞻前顾后？你想气死我不成？哎呀，你别气，咏梅多没劲啊！要不然我咏个冰雪林中住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姑娘要是喜欢，晚上来我家，本少爷再给你咏个7、8首。这么看来，初选那首出塞，莫非真是出自秦大少之手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还是说，他秦家花重金买了不少绝世好诗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咱们且再看看他后面的作品，若都能保持前面2首的水准，那秦大公子必是凤凰起鸣，一朝腾飞了；否则，那便是如李公子所言，不是偷就是买来的。竟然真能咏出来，而且一咏就如此惊世骇俗，我这傻弟弟真的开窍了。踏雪咏梅可是我重金聘请了到好几个京东大才子，对敲了数天才得出的佳作，居然被这草包随口称召，2首诗放在一起，高下立判。这首诗意境深远，绝非你所能做，该不会也是从哪儿抄来的吧？抄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给我好好看着。还有你，谢大才子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都给老子闪开！老子要开始装逼了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晚雁出荒林，冷香浊秋水。意向山中见，半冲石壁里。谢进士，刚才这几首诗也是你做的？就刚才他信手拈来的这几首诗，随便一首拿出来都足够震古烁今。即便我敢承认，但有人信吗？若是强行认下，除非我此生再也不作诗，否则分分钟就会露馅，那是欺君之罪啊！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李兄，觉得如何？若是觉得不够听，本少爷现在就再做个10几20首你。不过嘛，我的诗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白听的，
程发听了我一手，欠我10万两银。凭咱俩这深厚的关系，我给你个友情价，99999两一手，不二价。我就说有件重要的事忘了，老子今天来这书院是为了赚钱的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这绝对是个好买卖，一首诗就1万两银子，老子的发财大计还用愁吗？以后躺在家里抄诗不就行了？这绝不是为了挣钱，我这是为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发展做贡献，是为了将几千年来无数先贤的思想光辉播种在异世界的大地上。我太伟大了！秦兄大才，旷古绝今，李某佩服。绝世大才秦风晋级决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了秦公子这几首绝世佳作，我圣林书院在大梁的地位必然更加不可动摇。说得对，有了这等震古惑今的诗词，我看以后哪个敌国还敢嘲笑我大梁建国10年不通教化，宛如蛮夷。秦公子真乃我大梁之瑰宝啊！本想借着诗会一举将这草包置于死地，谁曾想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哟，程大少爷，这就想脚底抹油开溜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一点拜师的礼数都没有吗？秦风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，这是输不起了。敢跟小爷我耍无赖，我看你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。这家伙还真够坏的，不过干得漂亮。秦风，你这是在故意羞辱！混账东西，竟敢直呼先生名讳，一点教养规矩都没有。老夫倒要问问令尊，对先生不敬，去画房不给钱，还愿赌不服输，这可是一个圣贤学生该有的样子，岂有此理！这真是气杀老夫也！你，今日这事若是闹大被我爹知道，肯定要扒我一层皮。好汉不知眼前亏。拜见先生。拜师岂有不跪拜之礼？你，哎呀，看来我得亲自去户部司江郎府上走一趟了。学生程发，给先生请安了。谁不知道程发是我的人？秦风这么羞辱程发，分明是在当众狂扇我李锐的脸。老子就是要让你明白，跟我这个萧冠玩套路，你就是个弟弟。真乖，好徒儿。那10万两白银，可别忘了今晚给为师送到府上，不然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老子可要上门好好修理你。你这家伙小小年纪的，装什么老学庸？这还用装吗？二姐，我这才华与气质，纯属与生俱来。呸！不要脸！今日秦风出尽风头，总算为秦家挽回了声誉。只是3日之后还有诗会决赛，这可怎么办？决赛？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多赚点钱。诸位同窗，静一静。若有人想在3日之后的诗会决赛上大放异彩、一鸣惊人、名留青史的，看过来。在下秦风，从现在起有偿提供绝世诗文，念在大家同窗一场的情谊，价格绝对公道，童叟无欺，5万两银子一首诗，量大，价格从优。诸位，你们家里都不缺这几个钱吧？5万两听着是不少，但这5万两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买的是你们在天下文人面前的一个安心，一个放心。5万两买一首绝世好诗回去，让你们的父母好好看看，你们也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名篇。光宗耀祖就在今日。荒唐！这秦风确有绝世之才，但这吟诗作对乃是高雅之事，怎么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竟如此铜臭难闻，有辱斯文？秦大少，我要一首，我要给我爹争光！别抢，我出钱，给我来一首5言绝句。这若是闹大了，书院岂不让人耻笑？罢了罢了，老夫什么都没看见。哎呀，行情这么好，涨价必须涨价！现在起6万两一首，我要！不行，8万两一首，预购从速。8万就8万，能在决赛露脸，这点钱算什么？秦公子，给我留一手。别急，排好队，都有份儿。知识改变命运，古人诚不欺我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李公子放心，这无赖
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咱老百姓啊，今儿个真高兴，一口气卖出去10几手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梁新晋商业精英，舍我其谁？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二姐，你靠这么近干嘛？还敢跟我装傻？那些绝世好诗到底哪里来的？哎呦，轻点轻点！就你那点墨水，我还能不知道？便是大梁声名显赫的文豪，恐怕也没你今天展现出来的文采。快说，如果不老实交代，我今天就把你的耳朵拧下来泡茶喝！救命啊！谋杀亲弟了！哎呦，姐，手下留情啊！耳朵要掉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喊什么喊？我就知道，那些诗根本不是你做的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捡了哪位隐士老文豪的手稿？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，我再也不敢当众装逼了。装什么？你这臭小子，自从掉进湖里被捞上来之后，嘴里成天往外蹦这些莫名其妙的词，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准话？唉，姐，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！那些绝世好诗，确确实实是出自我口。谁说抄诗容易？为了背全这些诗，我把奶细胞都快榨干了。姐，以前有你们这几个姐姐保护着、溺爱着，我只想安分守己，当个混吃等死的纨绔少爷。毕竟，明明可以靠啃老吃饭，非要靠才华，岂不是浪费了咱爹辛苦大半辈子打拼来的幽默条件？哼，歪理邪说。但是，看到二姐你为了我能在书院的乳颜留下，低声下气四处奔波求师，心力憔悴的样子，我这心里特不是滋味。所以我悟了，连姐姐们都没有放弃我，我又怎么能放弃我自己？庸庸碌碌一辈子太不值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奋发向上，绝不让任何人再看清我们秦家。这小子到底是不是抄的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他能知道痛改前非，谋求上进，就是对我、对整个秦家最好的回报。甜，二姐包的葡萄就是甜。现在这衣来伸手饭来伤口，还有绝美姐姐宠溺的生活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我发誓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幸福。谁敢破坏，老子跟他拼命！会不会赶车啊？把我姐闪着了不要紧，耽误了本少爷吃葡萄，我饶不了你！少爷，前面有人拦路，看着来者不善啊！我操，大白天穿黑衣蒙面，这不是古装剧里的标配刺客吗？好狗不挡道，给本少爷滚开！嘿嘿嘿，不愧是兵部尚书之子，死到临头了还有胆量口出狂言。等会儿你人头落地的时候，我看你这张嘴还能不能这么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又是大梁京都重地，真敢当街行凶，这是冲着要我的命来的。两位壮士，我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出手为难？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罢了。敢问是何人指使二位？家父乃当今兵部尚书秦天虎，若让他知道二位今日的行径，大梁虽大，恐无二位容身之处。兵部尚书又如何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们只需要到阎王爷那儿记住，是有人花重金买你们的脑袋，受死吧！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，这不是演戏，这是真的会死人的。姐，快跑！别跑！啊！我去你的！两位大哥，冷静，误会，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。咱们出来混，不就是图个财吗？这样，幕后黑手给你们多少钱，我出双倍，不，3倍，3倍行不行？只要留我们姐弟一命，钱不是问题。你在侮辱我们兄弟俩的职业斗志！别说3倍，
今天就算是10倍的银子，你也必须死！老子前世就是个陪客户喝酒的亚健康销冠，肌肉没有脂肪多，战斗力全靠嘴输出。老子可是要成为大梁首富的男人，死在胡同里也太憋屈了吧！感动秦家人，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？你们完蛋了！感动本少爷，我四姐来了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哎呀，你给我收敛一点，嫌命长是不是？早听闻兵部尚书家的四金竟自幼尚武，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。本以为会是个什么3头6臂的悍女，没想到竟生得如此细皮嫩肉。小美人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绣霞帔吧，这舞刀弄枪的活可不适合你，刀剑无眼，小心划破了你这张漂亮脸蛋儿。臭丫头，我看你是找死！好快的剑，我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姐姐！四姐，你简直是我的神！你来得太及时了，弟弟我对您的仰慕犹如王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你刚才那一剑叫什么名堂？太帅了吧！能不能教教我？我也要学。老四可不像我这么惯着他，他要是动起手来，那是真会把这臭小子按在地上摩擦的。四姐踢得好，踢得妙！四姐，你简直神机妙算，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出事了？果然有四姐你在，这天塌下来，弟弟我都不怵。你给我闭嘴吧！再啰嗦，你四姐今天非揍得你满地找牙不可。没有表明身份的线索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回府。哇哦，四姐也太帅了吧！这清冷御姐范儿绝了！别发呆了，命都快没了还看？赶紧走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近期唯一跟我结下死仇的，只有户部尚书之子李锐。这2个黑衣杀手绝对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不符合逻辑啊！我不过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，就算赢了我家的田产，也犯不着冒这么大的风险，非要置我于死地吧？在大梁京都重地当街行凶，刺杀的还是当朝兵部尚书的独子。一旦这事儿败露，别说李锐，他爹户部尚书也得跟着掉脑袋。李锐绝不是没脑子的蠢货，他既然敢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要除掉我，背后的利益纠葛绝对牵扯极深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纨绔斗气，这是朝堂相争的延续，甚至是灭门之祸。不行，在彻底搞清楚来龙去脉、掌握铁证之前，绝不能把姐姐牵扯进这趟浑水里。但有一点很明确，李锐既然已经痛下杀手，有一就有二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优胜劣汰，物竞天择。李锐，你想杀我，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，把你连根拔起。哎呀，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！老爷现在正在书房等您呢，火气大得很，您赶紧过去一趟吧。我爹找我，还发了火。完了完了，二姐虽然严厉，但极致溺爱；四姐虽然高冷，但也极为护短。唯独我那个老爹秦天虎，对他可是恨铁不成钢，动辄非打即骂，棍棒教育。再加上我面临被圣林书院扫地出门的危机，老爹现在看我估计是100个不待见。二姐、四姐，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爹正在气头上，我要是一个人去，肯定会被打断腿的。你们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唉，那是你爹，又不会真吃了你。我们去做什么？我不管，你们不去我就不起来，我就死在这院子里，让老爹亲自来给我收尸吧。行了行了，快起来，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唉，千影，咱们就陪他走一趟吧，免得爹真发火把他打坏了。我操！谋杀亲儿子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居然还敢回来！你这混账！为父3令5申，让你在家闭门思过，不准出去厮混。你莫不是把为父的话全当成了耳旁风？爹，亲爹啊，你就饶我这一条狗命吧！哼，虎
毒不食子，老子堂堂兵部尚书，怎么生出你这么懦弱无能、贪生怕死的软骨头？简直把老子秦家的脸都丢尽了！我今天非抽死你不可！你给我滚出来！想我秦天虎一世英名，就算朝堂上那些国之重臣见了我也要忌惮3分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？给我滚出来！堂堂7尺男儿，遇到事儿竟然只知道躲藏在女人身后。今天老夫不把你拔掉一层皮，你永远都不长记性。父亲大人息怒，今日秦风离府绝非是故意忤逆父亲，而是事出有因。事出有因？他能有什么正经事？父亲大人日理万机，自然没有心思操心琐事。是女儿带秦风离府前去参加诗会的。去诗会又如何？哼，现在的事已经不是他擅自离府，而是遇到事，这逆子只知道躲在女子身后，毫无男儿骨气。若是老老实实守法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跑，真是气煞老夫！您老消消气，注意身体，可千万别闪着腰啊！你个逆子！父亲，您不就是一直盼着秦风能开窍吗？不如您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如何？他开窍？哼，他要是能开窍，母猪都能上树。父亲，您这次可看走眼了。今日秦风在书院连闯2关，已经成为圣生灵书院的名人了。他当场做下的一手出塞，更是令书院一众严苛的考官都击节赞叹。红颜，你怎么也开始学着这逆子来糊弄为父了？哼，他几斤几两，我这当爹的能不知道？女儿这辈子可曾欺瞒过父亲？虽然女儿也不知道秦风为何突然改变这么大，但今日之事，女儿全程在旁陪着，发生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，绝对掺不了假。秦风虽然从未上阵杀敌，但他今日这手出塞，却是扬尽了我秦家的赫赫威名。哦，什么诗？念来听听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但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如此威武霸气，这诗当真是秦风所作？这等胸襟气魄，怕是名动京都的当世文豪也做不出来吧？女儿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还能有假？起初女儿也怀疑是秦风花钱恼来的莫道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若真有人能做出这等千古绝句，岂会为了几两碎银卖给秦风？他自己张贴出来，早已经名震大梁了。哼，算这逆子还有点出息。姐，大恩不言谢，今天卖诗钱的干股有你一份。父亲，您愁眉不展，莫不是还在为北狄之事发愁？北狄蛮夷频频派出快骑骚扰我边疆，大肆劫掠，已然闹得民不聊生。朝廷为了这件事都快闹翻天了。若是强行发兵，北狄兵强马壮，又极度善于骑射袭扰，我大梁就算有精兵100万，恐怕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但若是不打，咽下这口恶气，且不说损我大梁国威，令天下人不耻，恐怕边疆各部也会因此怨恨朝廷乱弱，从而揭竿起义。打与不打，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两难之选啊。红颜，你知道为父一向助战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重创北狄，否则一再忍让，边境各藩邦必定相继效法，到时我大梁恐怕永无宁日。只是此战事关重大，便是为父也没有10成把握能彻底击溃北狄。朝中以户部为首的一些大员担心损失惨重，极力干预出兵镇压。为父虽为武将之首，也是有心无力呀。难怪，我就说李锐那个王八蛋，怎么不惜付出血bản也要置我于死地？一旦我死了，按照规矩，老爹秦天虎就必须在家发丧，至少1年半载内不可能再回朝廷主事。到时候主和派一家独大。根据前身的记忆，大梁表面强盛，实则内忧外患。一旦北狄这事儿无法妥善处理，整个大梁都会分崩离析。不行，老子还要赚大钱，成为大梁首富，把混吃等死作为毕生追求呢，怎能放任大梁就这么乱套？父亲，要我看，您根本不用理会户部那些迂腐大员，那帮文臣整日只知道党争，巧取豪夺朝中资源，根本不堪大用。您只管去力荐圣人，狠狠地打就是了。北狄不就是骑兵厉害吗？把他们的骑兵全都吃了，
我看他们还能厉害到哪儿去？混账东西，你懂什么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真有你说的这般简单，还需要为父在这苦思冥想？你再敢在这胡言乱语，老子今天非打得你满脸开花不可！我怎么大放厥词了？既然边军被北狄骑兵打怕了，一触即溃，那就派各征的好勇之师替换下来啊！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？好，好，你倒是说说，不赌怎么跟骑兵打？呵呵，在这平原之上，步战遇上骑兵，那就是一边倒的屠杀。谁说要跟他们正面征杀了？只要面对敌骑冲锋，咱们阵型不乱，就赢了一半。阵型不乱，拿什么挡？拿人命填吗？换兵种，用弓手取代基础不足，并且改良军械，打造强弩。5000弓弩手为一个整编军，前2排全部配强弩，凡是进入800步的北狄骑兵，直接用强弩进行火力覆盖。等他们顶着箭雨冲到300步，3、4、5列的长弓手立即射击。这叫什么？这既能有效杀伤敌军有生力量，又能彻底打乱他们的冲锋阵型，最大程度削弱骑兵第一波的冲击力。800步、300步，递进射击。若是真能如此，敌骑冲到阵前，必定死伤惨重。可一旦近身，弓手岂不是任人宰割？这就是核心所在。弓手阵前列3排布斩死士，第1排持重盾死手，第2排架长矛，第3排架短矛。就这铜墙铁壁般的毛阵，那些什么鬼骑兵要是能直接冲破，我当场表演倒立拉。总之，我就不信他们的战马能长翅膀，从头顶飞过去不成。此阵法看似异想天开，细细一想却极其完善。若是能整理成军策，对付北狄骑兵，简直无往不利。只是你这军阵正面确实宛如铁壁，但2翼防守必然薄弱。若是北狄游骑不从正面冲锋，而是小股袭扰，或是直接绕后侧击，又当如何？爹，您糊涂啊！咱们有强弩和长弓，射程绝对碾压他们。怎么，我大梁的弓手站在平地上射箭，还没人家骑在颠簸的马背上射得准不成？只要他们敢游击，就在有效射距外把他们射成刺猬。呵呵。至于2翼绕后，更简单，只需在2翼各设下一支特殊的重甲步兵，配以陌刀、朴刀这种专斩马腿的长兵器，辅以短兵防身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狗屁北狄骑兵，只要敢绕后硬碰硬，我定叫他们有来无回，全军覆没。这套战术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结阵抵御，无法乘胜追击。但大梁本就缺马，只要能让北狄骑兵无功而返，以战养战的北狄必定粮草耗尽而退兵，这就是我大梁如今最急需的破局之法呀！你刚才口中所说的强弩和陌刀、朴刀，究竟是何物？这朴刀和强弩嘛，3言2语说不清楚。父亲若想知道，孩儿画出来，您一看便知。不过嘛，您老人家得先把鞭子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扔了，你先滚过来画。哦，嘿嘿，长的。这混账玩意儿！这朴刀好办，刀柄加长，刀身加重，专砍马腿，3两下就成。这强弩的机械结构有点复杂，扳机、望山、旋刀，这破毛笔太软了，根本画不清楚。大功告成，爹，您长长眼。你这臭小子，作诗的时候倒是经验绝伦，怎么画起图来实在是太磕碜了，跟狗爬的似的。长得丑怎么了？这叫工业图纸，实用为主。
能看明白原理就行。这2件绝世兵器，你是从何得知的？这怎么解释？说我看军事制造片和打三国游戏学来的，他非把我当成失心疯砍了不罢。那还用说？当然是我自己发明的。以前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自己捣鼓着瞎玩，拼拼凑凑弄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在战场上管不管用。哎呦，爹，你干嘛打我？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！这2件兵器一旦打造出来，必定是我军中克敌制胜的法宝。你既然早就捣鼓出来了，为何不早点拿出来？你若是早拿出来，我边关将士又岂会吃北敌这么多的亏，白死那么多人？你给我老实待着！不愧是我秦天虎的儿子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有了这2件神兵利器，再辅以那套无懈可击的兵策，定能叫那帮北谍蛮叔有来无回，扬我大梁国威。哼。